引人上路，强人回避。阿豪第一天搬进凶宅，就遇上了阴兵借党。鬼差们打着破旧的油纸伞，挤满了整个楼道。遇到这种邪乎事，他并不想走，他租下公寓就是要求死。只见他把烟一扔，腿一蹬，脖子瞬间被绳子死死勒住，痛苦的挣扎之下，很快就要饮恨西北。可地上的白布突然隆起，仿佛从里面钻出一个人影，慢慢向着阿豪靠近，幻化成一缕青烟进入身体。阿豪突然睁开双眼，身体仿佛被控制一般，旋风做出了一段非人类的动作。这时房门被撞开，一个睡衣大叔冲了进来，飞身一跃，用手中弯刀割断绳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对着阿豪一番武力输出，直接将他打在墙上晕了过去。等到阿豪再次醒来，见大头吐出一地脏东西，大伙都见怪不怪。阿豪想不通为什么求死这么难，难道这间大楼也和自己过不去？不一会他听到似乎有人在门外，从猫眼向外观察，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。厌世的阿豪并不害怕，便打开房门。女人似乎精神不太正常，竟然偷吃别人家的贡品。他回头看向阿豪的房间，却看见了别人看不到的一幕。他嘴里不断的求饶，匆匆离开了。阿豪来到楼下餐馆吃晚饭，梅姨好心提醒他，现在住的房间是凶宅。阿豪并不在意这些，不光他的房间不吉利，整栋大楼都不干净。夜晚，梅姨的老伴东叔倒垃圾时听见楼道里小孩的哭声，想要下去看看情况，结果不小心脚底一滑，直接就摔断了脖子，当场就死了。梅姨并不能接受东叔的离开，便找到道士阿九帮忙。听说他有奇术能够让人死而复生。按照阿九的要求，梅姨直接用土把尸体埋在浴缸里，然后把老伴脸上的伤口缝合。等尸体彻底凉凉之后，阿九开始做法，对着尸体烧了一个符咒，然后用一个铜钱面罩将脸封住，最后再三叮嘱梅姨千万不要把面罩脱下来，7天之后的回魂夜，东叔就可以活过来。而阿九修炼的这种邪术对身体损伤极大，他回到密室为自己做法，才稳定下来。阿豪回到房间，遇见了风女人和他的儿子，他本想关心一下他们，可身后传来一股寒气，原来阿九的邪术招来了赶尸人，他们手拿一把破伞，露出一股阴森之气。阿豪学着疯女人的样子一动不动，赶尸人径直走了过去。阿豪对这对母子感到好奇，他一路尾随，发现娘俩住在电表房里，而收留他们的正是大楼唯一的管理员。管理员告诉阿豪，这对母子本就是阿豪房间的主人，疯女人名叫阿凤，在这里住了10几年。她的老公曾经是一名教师，可私底下却是个衣冠禽兽。在给一对双胞胎女学生补课时，忽然见色起意强暴了女学生，两姐妹拼死反抗，最终将其反杀。可姐姐在搏斗中胸部中刀，妹妹也不堪欺辱，最后上吊自杀。阿凤回家后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精神受到刺激成了疯女人。此后她每每回到这个房间，仿佛都会看见当年的场景。她害怕这里，但是也舍不得离开。